还是这个性情不改。如今大了，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，也该常常的会这些为官作宰的人们，谈谈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，你好将来应酬事务，日后也有个朋友嘛。姑娘，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吧，我这里啊仔细污了你治经济学问的。云姑娘，快别说这话了，上回宝姑娘也说了一回，她也不管人脸上过得去过不去，她只咳了一声，拿起脚走了。宝姑娘话还没说完，见她走了，顿时羞得脸通红。说又不是，不说又不是，幸而是宝姑娘，那要是林姑娘，不知又哭得怎么样，闹得怎么样了。提起这话来，真宝姑娘叫人敬重，自己善了一会子去了，我倒过不去，我当她恼了，谁知过会儿还是依旧一样。真是有涵养，心地宽大。谁知这个倒同她身份了，要是林姑娘，你得赔多少不是呢？林姑娘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？若她也说过这些混账话，我早就和她生分了。这原是混账话。果然，我的眼力不错。素日认他是个知己，果然是个知己。只是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，其亲热厚密，竟不避嫌疑，实令我可惊。你既然为我知己，又何必有金玉之论？既有金玉之论，也该你我有之，又何必来一宝钗？只可叹父母早逝，虽有铭心刻骨之言，却无人为我主张。况如今病已渐成，医者更云其若血亏，恐致劳妾之症。你我虽为知己，但恐自不能久待。你纵为我知己，奈我林黛玉薄命何？林妹妹，妹妹，哪里去啊？哎，怎么又哭了？谁又得罪你了？好好的，我哭什么呀？你瞧瞧，如今脸上现有泪痕呢，还撒谎呢。来，哎，你又要死了，做什么动手动脚的？一时说话忘了情，竟动起手来，就顾不得死活了。哎，云姑娘，你略坐一坐，我去就来。你死了倒不知什么，只是丢下什么奸，又是什么麒麟的，这可怎么办？你怎么还说这种话？你是气我呢，还是咒我呢？你别着急，原是我说错话了。这有什么的？筋都抱起来了，还急得一脸汗。你放心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不明白这话。你果真不明白这话？我果真不明白。难道我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？若是连你的意思都体贴不到，也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。我果然不明白这放心不放心的话。你倒是说说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好妹妹，你别哄我了。若是你不明白，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，就连你素日待我之意也辜负了。就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落了这一身病。但凡你宽慰些，这病哪会一日重似一日啊？那黛玉突闻此言，如轰雷掣电，
细细思之，宝玉这一席话，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。但于此刻胸中纵有万句言语，一时却不知从何说起。好妹妹，我只说一句话，再走。有什么可说的？你的话我早知道了。好妹妹，我心里的事儿从来也没敢说出去，今儿我大胆说出来，死也甘心。我也为你弄了一身的病在这里，又不敢告诉别人，只等你的病好了，我的病才能好呢。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。神天菩萨，坑死我了！这是哪里的话？赶是中邪了，还不快去！如此看来，将来难免不才之事，令人可敬可畏。大毒日头底下出什么神呐？两个雀儿打架，倒也好玩，我就看住了。哎，宝兄弟这会子穿了衣服，忙的哪儿去了？我才看见他走过去，倒要叫着问他呢。只是如今他说话越发没了经纬，我故此没叫他，由他过去吧。啊，是老爷叫他出去了。哎，这么黄天暑热的，叫他出去做什么？别是想起什么事情来生了气，叫出去教训一场。不是，是有课要会。哎，云丫头在你们家做什么呢？才说了一会子闲话，你瞧，我前儿粘的那双鞋，明儿叫她粘去。你这么个明白人，怎么一时半刻就不会体谅人情了？怎么了？我进来看着云丫头的神情，再风言风语的听起来，那云丫头在家里竟一点儿都做不得主。他们家嫌费用大，竟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，差不多的东西都是他们娘们动手。这几次他来了，见没人在跟前，他就和我说家里累得很。我再问他两句家常过日子的话，他竟连眼圈都红了。想起心境来，自然是从小没有爹娘的苦。是了，怪到上月我烦他打10根蝴蝶结子，他过了好些日子才打发人送来，还说打得粗要匀净些，等明儿住过来再好生打扮。如今听宝姑娘这话，想来是我们烦他，他不好推辞，不知他在家里怎么3更半夜的做呢？是啊，前几次他就和我说，在家里做活做到3更天，若是替别人做一点半点，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们还不受用呢。偏生我们那个牛心左姓的小爷儿，凭着小的大的活计，一概不要家里这些活计上的人做，我又弄不开这些。你管他呢，只管叫人做去，
只说是你做的就是了。哪里哄得信他？他才是认得出来呢。说不得，我啊，只好慢慢的去累。你不必忙，我替你做些如何？当真的这样，那就是我的福气了。今天晚上我亲自送过来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哎呀，金钏姑娘好好的投井死了。哪个金钏？哎呦，哪里还有2个金钏呀？就是太太屋里的。前儿不知为什么撵她出去，在家里啊哭天哭地的，也都不理会她。谁知找她不见了。刚才打水的人在那东南角上井里打水，见一个尸首，赶着叫人打捞起来，谁知是他。他们家里啊还只管乱着要救活呢，哪儿还中用啊？你先回去吧，太太必定伤心，我去安慰安慰。你从哪里来？我从园里来呀。从园里来，可见到你宝兄弟？才倒看见了，他穿了衣服出去了，不知哪里去。你可知道一桩奇事？金钏突然投井死了。怎么好好的就投井了呢？这也奇了。原是前儿，他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，我一时生气打了他几下，撵了他下去。哎呀，我只说气他2天，还叫他上来。谁知他气性这么大，就投井死了。这岂不是我的罪过？姨娘是慈善人，固然这么想。据我看来，她并不是赌气投井，多半她下去住着，或是在井跟前憨玩，失了脚掉下去的。她在上头拘束惯了，这一出去，自然到各处玩玩逛逛。岂有这样大气的理？纵然有这样大气，也不过是个糊涂人，也不为可惜。话虽如此说，到底我心不安了。姨娘也不必念念于此，十分过不去。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，也就尽主仆之情了。我给了他俩50两银子，原要还把你妹妹们的新衣服拿2套给他装过。哎呀，可巧凤丫头说都没有新做的衣服，只有你林妹妹做生日的2套。我想你林妹妹那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，况且她也3灾8难的，既说好了给她过生日，这会子又给人装过去，岂不忌讳？因为这么样，我现在叫裁缝赶2套给她。如果是别的丫头，赏她几两银子就完了。金钏虽然是个丫头，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儿也差不多。姨娘这会子何用叫裁缝赶去？我前儿倒做了2套，拿来给她岂不省事？况且她活着的时候也穿过我的旧衣服，身量又相对。你虽这么说，难道你不忌讳？
姨娘放心，我从来都不计较这些的，我这就去拿过。你们跟着宝姑娘去取来。是。彩云，去把白老媳妇唤来。你去告诉外头，多请几众僧人来给金钏炼金超度。是，太太。贾政听说忠顺亲王府来人，暗自思忖：素日并不和忠顺府来往，为什么今日打发人来？不但王爷知情，且连下官辈亦感谢不尽。大人既奉王命而来，不知有何见谕？望大人宣明，学生好遵谕承办。也不必承办，只用大人一句话就完了。我们府中有一个做小旦的奇官，一向好好在府里，如今竟3、5日不见回来，各处去找，又摸不着他的道路，因此各处访查。这一城内10亭人，竟有8亭人都说他近日和贤玉的那位令郎相与甚厚。下官辈等听了，尊府不是别家，可以擅入索取，因此启明王爷。王爷亦云，若是别的戏子呢，100个也罢了，只是这个奇官随机应答，谨慎老成，甚合我老人家的心，竟断断少不了此人，故此求老大人转谕令郎，请将奇官放回。一则可为王爷谆谆奉恳，二则下官辈也可免操劳求逆之苦。快传宝玉来！二爷，二爷，老爷有事，请二爷快去。站在那干什么？进来！那奇官现在是忠顺王爷驾前承奉的人，你是何等草芥？无故引逗他出来，如今祸及于我。唉，实在不知此事，究竟连奇官这2个字都不知是为何物，更何况引逗呢？进来呀！公子也不必掩饰，或隐藏在家，或知其下落，早说了出来，我们也少受些辛苦，岂不念公子之德？恐是讹传，也未见得，请大人明察。现有据证，何必还赖啊？必定当着老大人说了出来，公子岂不吃亏？纪云不知此人，那红汗金子怎么到了公子腰里？该死的东西，还不快说！大人既知道他的底细，如何连他置买房舍这样的大事都不晓得了？听说他如今在东郊城外20里有个什么紫檀铺，他在那儿置了几亩田地、几间房舍，想来在那里也未可知啊。这样说一定是在那里，我且去找一回，若有了便罢，若是没有，还要再来请教。告辞。大人慢走，不许动，回来有话问你。
就连带你人都不管你，上哪儿逛去了？由着你像野马一样。去把带着他上学那人都给我叫来。方才不曾跑的，只因从那边一过，看见井里死了个丫头，头肿了这么大，身子这么粗，泡的实在可怕，所以才跑过来的。好端端的，谁会去跳井啊？咱们家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儿啊！来人，把贾琏、来兴、赖大都给我叫回来。是。父亲不用生气，此事除了太太房里的人，别人一点都不知道。我母亲昨天……去吧。是老爷。说。我母亲昨天告诉我，宝玉哥哥前日去太太屋里，拉着太太的压岁金钏，强奸未遂，打了一顿。这金钏一赌气，投井死了。你说，拿宝玉，拿大棍，拿绳子捆了来。要是有人传信往后面去，立刻打死。嘟起嘴来，着实打死。信用我，老师傅，使不得呀！使不得呀！摔死！再不还吧，这是你做的，那还能行吗？能不能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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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快去请爸，快去啊！快！畜生！老爷！别打了，老爷，别打了！下去！老师傅，老爷，杀我吧！老爷，真是让我气死他！杀我吧！方玉虽然该打，老爷也要自重。况且炎天暑日的，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，打死宝玉试试。他说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，岂不是大老爷？你休要听这样的话！我养了这么一个孽障，已经是不孝了。我今天要管教管教他，还来了这么多人去护持，倒不如今日一并勒死他，以绝将来的后患。来人啊，给我把这个家伙给我勒死他！老爷，虽然能管教儿子，也要看父亲份上。如今我已50的人了，只有这个孽障，我必定苦苦以他为法。老爷，我也不敢伸拳。今日越发要他死，那岂不有意绝我？既要勒死他，快拿身子来，先勒死我，再勒死他。我们两人也不敢含冤，早点在阴司里得个依靠，我的儿啊！我苦命的珠儿啊，若有你活着，被死100个我也不管了。宝玉，宝玉，先打死我，再打死他，岂不干净？宝玉，宝玉！大暑热天，母亲有何生气亲自前来，有话只管叫儿子进去吩咐。你原来是跟我说话，我倒有话吩咐，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，却叫我和谁说去？
为儿子教训儿子，也是为了光宗耀祖啊！母亲，你要这样说，那为儿子如何经得起呀？我说一句话你就经不起，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，难道宝玉就经得起？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，当初你的父亲是怎么教训你的？母亲，你也不要伤感，那是为儿的一时兴起，从此以后，儿再也不打他了，不打了。你也不必和我使性子赌气，你的儿子我也不该管你打不打。我猜着你也厌烦我们娘儿们，不如我们赶早离了你大家干净。来人了，给我准备叫马，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。母亲啊，母亲你息怒啊！母亲，你也不必哭了。如今宝玉年纪小，你疼他，他将来长大成人，为官做宰也未必想着你是他的母亲。你如今倒不要疼他，只怕将来还少生一口气呢。母亲，你要这么说，那贾政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你分明是我无立足之地，你反说起你来。只是我们回去了，你心里干净，看有谁来许你打。快点，给我准备车马，我们今天就走。母亲息怒啊！宝玉，宝玉，什么东西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头顶的圈子抬来！乖乖，忍着点啊！太疼了！水，快接水！水拿走，棉花，要扔了，要。快，喝好就好了。手机，拿手机，水晶给。火。来，我来问你，方才好端端的，为什么打起来？你怎么不早来通个信呢？偏生我也没在跟前儿，哎呦，打到一半截我才听见，后来赶紧打听原因，说是为了齐官和金钏姐姐的事儿。老爷怎么知道的？齐官的事儿多半是薛大爷素日里吃醋，没地儿出气，不知道在外边唆挑谁，在老爷跟前下的火。金钏的事儿是三爷说的，哎，我也是听老爷的人是这么说的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哎。怎么能达到这步田地呢？不过是为了那些事儿，还替他做什么？我只是这下半截子，疼得很。你帮我瞧瞧，是打坏了哪里？疼！怎么下这般狠手？你但凡听我一句，也不得到这步地位。好了好了，幸而没伤了筋骨，倘或打出个残疾来，可叫人怎么样呢？宝姑娘来了。晚上把这药用酒研开，替她敷上，把那淤血的热毒散开，可以就好了。宝姑娘费心了，那我先去了。这会子可好些了？
多谢姐姐关心，没什么大碍了。早听人一句话，也不至今日。别说老太太、太太心疼，就是我们看着，心里也疼啊。我不过挨了几下打，他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惜悲感之态露出，令人可玩可观，可怜可敬。假若我一时竟遭殃横死，他们还不知是何等悲感呢。即使他们这样，我便一时死了，得他们如此，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，亦无足叹息。冥冥之中，若不怡然自得，亦可谓糊涂鬼祟矣。怎么好好的动了气，就打起来了？听小子们说，是三爷在老爷面前捅了金钏跳井之事，老爷生了气，又搭上薛大爷他。薛大哥哥从来不是这样的，你们不可混猜多。就是我哥哥说话不防头，一时说出宝兄弟来，也不是有心挑唆。一则是本来的实话，二则他原不理论这些房闲小事。席姑娘从小只见宝兄弟这么样细心的人，你何尝见过天不怕地不怕，心里有什么口里就说什么的人？我明儿再来看你，你好生养着吧。姑娘倒费心了，改日二爷好了，亲自来谢。有什么谢处，你只劝他好生静养，别胡思乱想的就好了，不必惊动老太太、太太众人。倘或吹到老爷耳朵里，虽然彼时不怎么样，将来对景终是要吃亏的。是，姑娘慢走。原来宝钗素知薛蟠情形，心中已有一半疑是薛蟠挑唆了人来告宝玉的。谁知又听袭人说来，越发信了。母亲好，哎呀，妹妹好，妹妹啊，近来可曾去探望宝兄弟啊？我听见宝兄弟吃了亏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啊！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！哎呀，事情都是你闹的，你还问？哎，我何尝闹什么？你还装憨呢！人人都知道是你说的，你还赖？那人人都说我杀人了，也就信了吧？连你妹妹都说是你说的，难道她也赖你不成啊？妈和哥哥先不要吵了，消消停停的就有个青红皂白了。是你说的也罢，不是你说的也罢，事情也过去了，不必较正，倒把小事弄大了。我只劝你，从此以后在外头少去胡闹，少管别人的事。大家天天一处胡逛，你是个不防头的人，过后没事儿就罢了。倘或有事儿不是你干的，人人也都疑惑是你干的，不用说别人，我就先疑惑。这是谁这么糟蹋我啊？看我不把这穷囊的牙敲了才罢！谁呀谁呀，说呀！这分明是打了宝玉啊，没得做幌子，拿我来献殷勤，是不是？这哦，难道宝玉就是天王了啊？这他父亲打他一顿，全家上下就定要闹上好几天。这上次就是因为宝玉不对嘛，姨爹打了他2下子。哦，这后来老太太不知道怎么知道的，这说是甄大哥哥治的，好好的就把甄大哥哥给骂了一通啊！现在就要非要拉上我，好，既拉上我也不怕了，索性我进去把宝玉给打死了啊！我替他偿命，大家干净。哎呀，你这个混账孽障，你打谁去？你打我吧！哎呀，你这是何苦嘞？你又不让我去，又偏偏赖我。将来宝玉活1日，我担1日口舌，不如大家死了干净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去？你忍耐些吧，妈急的这个样子，你不说来劝妈，还反闹得这样。别说是妈，便是旁人来劝你，也是为你好。
倒把你的性子劝上来了。你这会儿子又说这话，都是你说的。你只怨我说，再不怨你顾前不顾后的行径。你只怨我顾前不顾后，你怎么就不怨宝玉在外面沾花惹草的样子？咱们就拿先前奇观的事情，我说给你们听。就那个奇观，我跟他见了10多次面了，连一句亲热的话都没有说过。这先前宝玉来了，这什么话也没有说，连名字都不知道，怎么就把汗巾给他了？这难道这也是我说的？你还提这个，可不就是为这个打他的吗？可见就是你说的。哎呀，真气死我了！赖我说的我不恼，这为一个宝玉闹得天翻地覆的。谁闹了？你先持刀动杖的闹起来，倒说是别人闹。你，哼，好妹妹，你别和我闹，我知道你的心思。先前妈说了，你这块金有了玉才可正配，你留着心呢。见那宝玉有那劳神骨子，你自然如鹰行动护着他。妈妈，你听哥哥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哎呀，你还不赶快下去！走啊！哎呀！你素日知道那孽障说话没道理，明儿啊，我让他来给你赔不是啊。好了。太太，不管叫个谁来也罢了，你又丢下他来我这儿了，谁服侍他呢？二爷才睡安稳了，那4、5个丫头如今大了，也会服侍二爷了。太太请放心，恐怕太太有什么话吩咐，打发他们来，一时听不明白，反倒耽搁了。也没什么话，白问他疼得怎么样了？宝姑娘送去的药，我给二爷敷上了，比先前好些了。先前疼得躺不稳，这会子都睡沉了，可见是好些了。对了，前日有人送了2瓶子香露来，彩云，去拿了来。是。你好生给他带去。二爷，二爷，二爷救救我！二爷，周顺王府的人来拿我了，救救我！二爷，二爷，周顺王府的人来拿我了，救我呀！二爷，金簪子掉在井里头，有你的只是有你的，宝玉。只有你知道我是冤枉的，你为什么不替我说呢？哎呦！你要做什么跑来啊？虽太阳快要落下去了，那地上的鱼气没散，走两趟了，又要受暑了。我虽挨了打呀，但并不疼啊。如今这个样子，只是装出来，哄他们的。我在外面不散于老爷听了，其实啊，都是假的，
你可千万别当真啊！你从此以后可都改了吧？你放心，且别说这话了，就算为他们死了，我也是情愿的。二奶奶来了，我从后院子去吧，回来再来。哎，这有奇了，怎么好好的怕起他来了呢？瞧瞧我的眼睛，又该他取笑开心呢。宝兄弟可好些了没有？想吃什么，只管打发人上我那儿取去。好金贵的东西，这么个小瓶，能有多少？这是进上的，你没看见那上面鹅黄茧子？好生替他收着，别糟蹋了。太太，没什么事，我先回去了。站着，你过来，跟我捶捶腿。哎。我想起一句话问你，我恍惚听见宝玉今儿挨打，是环儿在老爷跟前说了什么话？你可听见这个了？你要是听见这个了，就说来给我听听，我也不吵出来叫人知道是你说的。我倒没听见说这个。只听得说魏二爷霸占着戏子，人家来和老爷要，为这个打的。也为这个，还有别的缘故。为官的家业凋零，富贵的金银散尽。有闻的死里逃生，无情的分明报应。签名的名一换，牵泪的泪一结，冤冤相报是非情，分离聚合皆签定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看破的遁入空门，痴迷的枉送了性命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好一丝是金鸟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。